野河荒长这部剧为什么一开播就让无数观众瞬间沦陷？因为他讲的从来不只是重逢，而是两个在青春里受过伤的人如何在命运绕了一大圈之后，终于学会再次拥抱爱情。很多青春爱情剧都喜欢制造怦然心动的氛围，可野河荒长最特别的地方却是他把遗憾感拍得太真实了。那种明明深爱且因为现实不得不分开的无力感，那种多年以后再次相见时眼神里藏不住的克制与心疼，都让人越看越上头。故事开始于那个燥热而漫长的夏天，18岁的叶和像他名字里的野河一样，在泥泞里倔强生长。他没有优渥的家庭，没有可以依靠的背景，甚至连最普通的青春都显得奢侈。为了生活，他必须比同龄人更早懂事，更早学会沉默。他看起来安静冷淡，可实际上他只是太害怕受伤。而沈确的出现就像一道突然照进他世界里的光。他和叶和完全不同，优越的家庭，耀眼的外表，自信的气场，让他仿佛天生就属于人群中央。可偏偏这样一个被命运偏爱的少年，却在见到叶和之后，被他身上那种顽强又孤独的气息深深吸引。很多人都说青春时期的爱情最纯粹，因为那个年纪的喜欢不掺杂利益，也没有太多算计。一个眼神，一次并肩同行，一次偷偷的关心，就足以让心跳失控。野河荒长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就是他把这种青涩又隐忍的情感刻画得特别细腻。沈确不是那种浮夸张扬的男主，他对叶和的喜欢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守护。他会在他最狼狈的时候默默出现，会在别人嘲笑他时第一个站出来，也会在他故作坚强的时候一眼看穿他所有的脆弱。而叶和呢，他明明早就心动，却始终不敢靠近，因为他太清楚，两个人之间隔着的不只是性格，而是现实。贫穷、自卑、家庭压力、身份差距，这些东西像一堵看不见的墙，把他们困在青春最无力的年纪。所以很多观众在看前半段的时候，都会特别心疼叶和。他不是不爱，而是不敢爱，因为他知道一旦认真，最后受伤的人很可能只有自己。可偏偏命运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，真正相爱的人往往最容易错过。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。曾经以为能够一起走到未来的少年少女，被现实硬生生推散。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，那些还没有兑现的承诺，都停留在了最遗憾的年纪。于是野河荒长真正灭心的部分来了。7年后，叶和已经成为一名高中老师。他看起来成熟、冷静、稳定，像是终于活成了大人的模样。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些年的他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去。而沈确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他从国外归来，开始创业，变得更加沉稳，也更加坚定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一次他不想再错过叶和了。很多偶像剧里的久别重逢都会拍得很浪漫，但野河荒长的重逢却带着一种让人心碎的克制感。他们再次见面时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拥抱，没有夸张的情绪爆发，只有沉默。因为真正深爱过的人，在重逢的那一刻，反而最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一句好久不见，背后藏着的可能是整整7年的想念。而张力最强的地方就在于，沈确从未停止爱他，哪怕分开多年，哪怕叶和一次次把他推开，他还是坚定地走向他。这部剧没有把男主塑造成完美无缺的救世主，而是让观众看到一个男人如何在成长之后真正学会理解爱情。年少时的沈确或许只会用本能去喜欢一个人，可成年后的他却终于明白，爱不是冲动，而是责任；不是占有，而是陪伴。所以他开始慢慢靠近叶和，理解他的敏感，包容他的防备，
甚至愿意一点一点治愈他曾经受过的伤。这种成年人的爱情，比起青春时期的热烈，反而更加让人上头，因为它真实。现实里很多人其实都像叶和，年轻时因为自卑错过了最爱的人，长大后又假装自己已经释怀，可当那个人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心里的位置从来没有空过。而野和荒长最厉害的一点，就是他没有把爱情写成童话，他让观众看到重逢并不意味着立刻圆满，真正困难的是，两个受过伤的人是否还有重新相信爱情的勇气。叶和害怕再次失去，他害怕命运又一次把幸福从自己身边夺走，所以他不断逃避，不断退后。可沈妾却一次次坚定地告诉他，这一次我不会放手。很多观众看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破防，因为大家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部剧叫野和荒长。野和不是温室里的花，它生长在荒地里，经历风吹雨打，仍然拼命向上活着。而叶和就是这样的存在，他或许不够耀眼，不够幸运，可他始终顽强。而沈妾爱的也正是这样的他，从校服到婚纱，从错过到重逢，从少年到成年，野和荒长真正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。它让人想起青春里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喜欢，也让人重新相信，真正相爱的人也许会走散，但命运终究会让他们再次相遇。当然，这部剧能够引发这么多讨论，除了剧情之外，两位主演的表现也非常重要。Karen 饰演的沈妾，把那种表面冷静、内心深情的感觉拿捏得特别到位，尤其是重逢后的眼神戏，真的很容易让观众瞬间带入。明明一句话都没说，可眼里的思念和遗憾却完全藏不住。而泽依莹饰演的叶和，则把角色的脆弱与坚强演得非常真实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傻白甜女主，而是一个经历过现实打击后依旧努力生活的普通女孩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观众才会更加心疼她。野和荒长最让人上瘾的地方，其实不是甜，而是那种失而复得的宿命感。你会发现，当两个真正深爱过的人再次相遇时，哪怕时间过去再久，感情也依然会重新燃烧。因为有些人一旦出现过，就再也无法被替代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才播出没多久，就已经让无数观众疯狂讨论。有人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青春，有人在里面看到了曾经错过的人，也有人在这段跨越7年的爱情里，重新开始相信陪伴和坚定的意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当年那个错过的人在多年后再次出现，你还会愿意重新开始吗？你觉得叶和最后真正放下过去了吗？还是他其实从来没有忘记过沈妾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聊聊野和荒长最让你心动或者最让你心疼的瞬间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宿命感满满的重逢爱情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